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18日晚间20点3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影线啊，这意味着呢反弹有可能在这里开始了。我们看到了这一轮的下跌，日线级别上呢，主要是围绕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169日均线突破之后回打下来之后，既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在这种情况下呢，行情一路下行，同时呢，在下行过程中伴随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那么下方是还有空间的，但是在收了一个下影线之后呢，反弹有可能在下周开始。但是呢，在周线级别上看呢，周线级别上目前正好顶到了3万点附近。道指的3万点呢，我们看到啊，是周线级别169日均线的支撑位，所以呢，这里日线级别收下影之后是有可能出现反弹的。但是呢，我们观察到了周线级别在经历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做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当前行情呢，正走在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8阶阴线的这个位置上啊，8阶阴线再往下呢就是沙层阴线和糖层阴线，所以呢日线级别我们看日线级别它是有一定的反弹的迹象的，但是在大的周期上啊，周线级别依然是处在什么呢？依然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行情有短时间的反弹之后呢，还是要继续下行，最终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呢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呢会与20年2月份的这个周线级别下跌相互做平行结构啊，也就是说后面的行情当中啊，在今年10、11、12月当中呢，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很快会要展开，极端的下跌加速的下跌很快会要到来，这一定会影响比特币在大时间周期上快速见底啊。那么当前的比特币行情是怎样的呢？我们切换到比特币啊。我们还是像剥洋葱一样把它这个 K 线层层剥开。首先呢，我们看日线级别上啊，日线级别今天波动非常窄啊，仅有 1.73% 的振幅。这样的振幅呢原因有2点。第一点呢，是因为周日今天是周日，美股不开盘，所以呢，影响比特币的外在因素不存在。那第二点呢，是比特币在当前行情当中非常接近于日线级别波谷的连线，我们画出来了这个黄色线就是波谷的连线啊，这个波谷的连线是在比特币今年的低点17605出现之后形成的第3次波谷。这个波谷呢，我认为是有一定筹码性支撑的，所以呢，在当前第3次接近19000美金附近的时候，它出现了日线级别小小的反弹。那在走到今天这里呢，它的反弹我认为还没有完成，这一轮反弹呢是同步了美股在日线级别上收了一个下影线的这个行情，所以呢，我认为当前的反弹如果要继续进行下去的前提条件，就是美股在明天周一晚间9点半开盘之后，它有一个很好的反弹，这样呢会带动比特币出现反弹。但是呢，这里的反弹呢也不是反转，我们看到了这波行情呢是从6月份展开的，6月份比特币从3万美金跌到17605，出现一个低点之后呢，走到这个位置上，对这个3万美金到17605这个大型的缺口，跌幅达到 45% 的缺口进行了第一轮回补和第二轮回补。那么在跌下来之后在到达19000美金附近之后呢，会进行第3轮的回补。那么第3轮的回补呢，大概是在9月底和10月初展开，所以呢，多头行情很快这个短暂的多头行情将要来了，但是这一轮行情是多头出逃的一个时间点，并且呢，也是空头
再次在高位上进场的一个时间点。有人说呢，这个比特币有可能反弹到3万美金，我认为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它的这一轮反弹、2轮反弹、3轮反弹都是为了围绕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这个大的缺口进行的回补动作。这种回补动作呢，往往都是第一轮回补它的反弹力度是最强的，第2轮次之，第3轮更加微弱，不断微弱的反弹呢，最终构成了从5月初到10月份到11、12月份这个大开口的日线级别的大型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有很多波荡有很多反弹，有很多下跌。这些反弹和下跌呢，都是针对这个黄色看图黄色的这个大型三角形的次级波动也就是说对17605到3万美金这个区间这个下跌区间进行反复的1、2、3轮回补之后呢，形成底部这个底部呢也是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是国外人写的，他就是反复认为这个2万美金就是一个阶段性底部了，行情就是这么走出来的。主力庄家呢也会让你认为19000美金2万美金接近的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阶段性底部，让多头勇敢的进场之后再进行绞杀。这个绞杀的过程一定会出现的这个绞杀出现的前提条件就是在2万美金附近、19000美金附近进行1、2、3、4，我画出来了，已经给出了这个提示了大概率是按这个走就是1、2、3、4形成4次波谷之后让所有的人，让场内所有的空单都害怕，认为这个是个底部，很快行情就会突然性的暴涨，甚至呢在这些波动过程当中会给你1到2根这样的诱骗性的阳线什么是诱骗性的阳线呢？我们看到这里6月19日这里波动达到 8.35% 上涨达到 8.35%， 那么这里9月9日这里上涨的幅度涨幅达到了 10.61%， 但是呢这2根都不算诱骗性的反弹 K 线这里是真正的反弹 K 线，但是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在形成这个底部之后会有这样的诱骗性 K 线出现这样的上涨呢，单根 K 线的上涨呢就是诱导多头进场你不是认为这里面是一个底部吗你可以进场我并且主力庄家会给你一部分利润呢给你一部分利润是为了诱惑更多的资金进场多头但是呢我们深知当前行情从见顶69000美金之后就出现了下跌，并且这个下跌呢，我们观察上方我画出了红色的三角形这个红色的三角形也是从21年3月份波峰和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真实的一个三角形。这个大型三角形呢，在35000美金跌破之后，我就说了下行空间打开。那么当前行情又出现了同样的三角形，同样的黄色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所有的日线级别 K 线都是在围绕这个三角形进行波动的。那么行情发生跌破的一个点位就是19000美金跌破之后再度不断的跌破之后回不来的情况下，它的下行空间还要打开历史呢总是不断的重复，我们现在经历的过去已经经历过了，呢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育。你包括18年的行情我们打开这个18年的行情在这里18年的行情当中，你看它是怎么跌下来的，一定要注意看图。18年的行情当中高点接近2万美金出现之后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这个大型的白色线的这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在底部位置之后底部位置出现之后，反复的围绕底部位置进行震荡，让所有的场内人都以为这个行情已经见底了。但是呢，在10月中旬的时候在18年10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4年之前对等于当前的行情之下呢，10月中旬发生了快速上拉。你看这根上影线呢，涨幅达到了 6.4%足够构成一个相当大的波动诱骗多头赶场赶入场内。但是呢，最终下杀的时间是在11月中旬。折磨了你1个月之后发生了快速下跌，并且见底了3300点
啊，见底了3300点。那么在当前的行情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是啊，上方这个三角形跌破之后啊，到达了下方这个白色的还没有这个黄色的还没有走完的三角形当中啊，在底部运行过程当中啊，10月中旬是有可能出现一个上拉动作，诱骗多头进场，但是呢，场内资金啊，随着你的进入啊，超级主力一定会对所有的场内资金进行绞杀。绞杀的方式是什么呢？猛劲儿的往下砸，一直砸到像这个22年5月份到22年6月份啊，这一波行情啊，下跌这个几乎是50%左右啊，接近50%。那么下一轮行情呢，我认为比特币啊，从2万美金跌到1万美金附近啊，跌到10500啊，这是我给的一个目标位啊，这是没啥问题的。可以看到以太坊这里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看到了啊。我们之前提到了，这里是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2个干扰性 K 线，然后走8件阴线，8件阴线走出来之后走沙僧阴线，那目前是走在沙僧阴线组这个势力范围。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很快会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并且这个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呢，很快会将时间级别放大。当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么在周线级别悟空阴线的趋势下呢，在它的驱赶下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呢，这2个线啊，一个是绿色的三角形这里会同黄色的这个三角形这里发生一个平行结构啊，这里和这里发生一个平行性结构，最终呢走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周线级别下跌。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相对来说还比较强势呢，它一直保持在2万美金附近，我们能看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底部特别是比特币对 USDT 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底部，我们不害怕。但是以太坊已经让我感觉到它的空头很快就要来了。那么刚才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那么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我们看到它在反弹通过这个144日均线之后144日均线呢本身对它形成了一个压力。那在日线级别上，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呢，它出现了9月13日的这根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有一个妖怪被悟空阴线杀死之后，目前走8节阴线。那么下一步呢，在日线级别上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之后会打到1300美金附近。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太坊本身它也非常弱势，同时呢，它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对也非常弱势。在日线级别下跌洗油走到1300美金之后，它就有可能走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并且呢，前面的一根阴线也就是8月15日这周的周线级别阴线呢，我们看到了，这是悟空阴线。当前行情对于以太坊来说，周线级别正处在8千阴线的势力范围，周线级别再往下走，会走出我这个椭圆形画出来的这个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周线级别的以太坊的下跌会达到1100美金附近这是我对以太坊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如果跌破1400美金之后，它的下跌空间将会持续打开，原因还有第2点原因就是这个弧形顶这是周线级别的弧形顶在这里，周线级别弧形顶是从20年开始的，运行时间呢接近2年，这个弧形顶呢一直在起到作用。但是呢，最近以太坊由于合并的原因，它是一个利好它在这里发生了一轮周线级别反弹冲出了这个压力线范围。但是目前来看1400美金跌破之后，它要回到这个周线级别压力线以内。同时呢，上方我们看到了这个绿色线，也就是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也在1500美金附近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它处在2座大山甚至3座大山的压制下上方均线144波峰连线1500，然后接下来是1400美金的这个弧形顶，3座大山的压力让以太坊反弹无力所以呢，以太坊趋势呢是严重偏向于空头方向的所以呢，我给出它的周线级别的目标位呢是在1100美金。那么现在这个行情下根据我们这个多空实时的数据来看，
多头，特别是4小时以上的多头是非常稀少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昨天给了会员频道的一个 REEF 啊，这里面是有获利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还给了会员频道的还给了一个 VIB。这个 VIB 是怎么玩的呢？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小时线的收敛动作啊。这个收敛动作呢，符合我们4项战法啊，符合我们4项战法。首先呢，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布局一个仓位啊，跌下来之后再布局一个仓位，然后反弹过来之后呢，我们在当前的这个位置啊，是把底部的这个仓位出掉，然后保留第一个仓位啊。第一个仓位如果上涨到这个区间呢，是要止盈出局的啊。它有2个控制仓位的位置啊，第一个仓位呢是在这个位置，在高位出局啊，这是仓位1，这是仓位2啊。第一个仓位呢是在上方这个位置出局，还没有到达我们这个上方出局的一个位置。那第二个仓位呢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出局啊，这个第二个布局的仓位，在底部布局的仓位已经出局了啊，然后在上方呢，我们再逐一进行减仓。那么现在呢，由于市场处在熊市当中，并且比特币呢处在低位的一个震荡行情，它有可能出现反弹嘛？下周有可能出现反弹，所以呢是布局币安平台或者火币平台的一个次新币的一个事件啊。这个很多次新币呢，由于资金推动啊，由于大量筹码处在庄家手里啊，它就要面临什么一个情况呢？就要出货啊。虚拟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不同的是股票市场需要庄家吸锁拉洗抬阳套杀，分几个步骤进行操盘，而在虚拟货币这里，特别是上主流交易所的币种，庄家呢持有市场上最大的筹码也就是项目方构成他的一个庄家，所以呢，他要出货的一个前提就是不断的拉盘，所以呢，在这种有资金关注的情况下做这些要用我们这个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里面的4项战法这个我在会员频道跟大家伙已经讲了一些。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